讲华严宗。华严宗奉《华严经》为最高经典，所以叫华严宗。华严宗的传承，初祖笃顺，二祖智俨，三祖法藏，四祖成观，五祖宗密，一直传下来。华严宗的思想受地论师的影响很大，实地经论是对华严经实地品的注释嘛，所以这两派很有渊源。看一下华严宗的理论。五教十宗，这个就类似天台宗的58教，也是一种判教理论。五教的第一个是小乘教，这个是给小乘声闻缘觉讲的，教义有四谛、12因缘等，典籍有阿含经、发支论、俱舍论、大毗婆沙论等。然后大乘始教，这个是大乘开始阶段的教义，典籍有般若经、中论、唯识论、解深密经等，就把中观和一切行派都算作大乘始教。第三是大乘中教，是大乘的终极教义，典籍有圣曼经、涅盘经、密严经、起信论等，就是讲如来藏的这些。第四个是顿教，不设修行阶位而顿悟教理。顿教的特点是不讲名相，什么八识、三自性、如来藏啊，这些都不要讲，而是直接体悟你本有的佛心。比如之后要讲的禅宗就是顿教。第五个是圆教，就是圆满究竟的佛教，这个就是指华严宗他自己了。典籍就是华严经，教理呢主要讲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整体，互相联系，互相依存，圆融无碍。具体呢稍后再详细说。然后十宗，十宗是对五教的进一步细化，主要是对小乘佛教的细化，咱们把名字列一下就不一一解释了。华严宗最核心的两个概念是缘起与性起。缘起和性起这俩词儿的所指是一样的，指的都是存在的全体。存在的全体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生万法。真如是离体，是根本原因，万法是事物，任何事物都要符合真如的规定。缘起和性起指的就是这个东西，但是呢它们的侧重点不一样。缘起这个词儿是初祖笃顺和二祖智俨喜欢用的，也叫法界缘起。法界指的是由法性所实现的整个世界，法界缘起指作为整体的一切现象均处于彼中有此，此中有彼的互相依存、圆融无碍的状态。到了三祖法藏，法藏提出了性起这个概念。性就是佛性，起就是显现。性起最原始的意思就是佛性显现。这个显现呢又可以分两种，一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显现，就是佛性作为真如它升起整个世界；另一种是解脱论意义上的显现，就是从杂染的众生到清净的佛这个过程，也是一种佛性的显现。通常讲性起都是从它的存在论意义上来讲的。缘起与性起有什么区别呢？缘起侧重的是现象世界，一切事物均处于普遍的因果联系之中。性起呢侧重于心性真如，讲本体与现象的关系，一切事物都是佛性的显现。看这个图，无论是缘起还是性起，指的都是全体存在，区别只是缘起偏向于下边，性起偏向于上边。对于全体存在，华严宗强调所有的存在者之间是圆融无碍的。可以说华严宗它整个的理论都是在讲缘起与性起的圆融无碍。具体怎么个圆融无碍呢？华严宗提出了很多理论来说明，比如有四法界、一即一切、六相圆融，以及最重要的十玄无碍。咱们依次说一下。四法界，四法界分别是事法界、理法界、理事无碍法界、事事无碍法界。
这四法界啊是一个序列，讲人的认识从浅入深的过程。第一个事法界，就是现象界，特点是事物各有形象，具有无限差别。这一层次的认识啊，就只认眼前的东西，并没有认识到万物的本质。第二个理法界，理就是真如，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，是无尽的事法的共同本质，能认识到万物背后共同的理体，这是更高一级的认识。第三是理事无碍法界，无碍指相互交融，理需要事来显现自身，事需要理来作为自己的本质规定，理与事是圆融无碍的。你认识事物的时候啊，看到事就能看到理，看到理就能看到事，理事在你这里没有差别，这就是理事无碍的境界。第四是事事无碍法界，一切看起来相互独立的事物，其实都是在义理的统摄之下的，所以它们之间其实是相互融通的。你能认识到整个世界啊都是义理的产物，所有的事物都处于互相交融的无矛盾的联系之中，这就是佛的境界，是最高的境界。理事四法界呢就说完了。如果你对圆融还不是很理解呢，没关系，华严宗还讲一即一切。一即一切的字面意思是一与一切可以相互等同，具体有3种含义。第一，一代表整体，一切代表部分。一即一切讲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，不可分割。整体失去部分就不再是整体，部分脱离整体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功能。第二，一代表本质，一切代表现象。一即一切表明没有离开本体的现象，也没有离开现象的本体。第三，一代表整体中的某个部分，一切代表整体中除去那个部分之后剩下的其他部分。一即一切讲各部分之间相互依存，不可分割，强调部分与部分之间关系的协调和谐。一即一切呢就说完了。如果你对圆融还不是很理解呢，也没关系，华严宗还讲6项圆融。6项就是6个范畴分成3对，分别是总相、别相、同相、异相、成相、坏相。6项圆融就是总别相继、同异相继、成坏相继。咱们依次解释一下。总别相继，总相就是整体，别相就是部分，整体与部分谁也离不开谁。同异相继，同相只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同一性，各部分之间要能一起协作才能构成整体。异相呢，只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彼此差异。比如说军队，组成军队的都是军人，这是同一性。那军人呢也有很多兵种，这就是差异性。同一性与差异性是构成一个事物的2个方面，这俩是谁也离不开谁的。成坏相继，成相指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共同合作成就整体，坏相指各部分之间没有共同合作就没有构成整体。成相中包含坏相，坏相中包含成相，你要在成相中看出坏相，在坏相中看出成相。就是事物没成的时候，你要看出事物将来可能成；事物已经成了，你要看出事物将来可能在什么地方坏掉。6项圆融呢就说完了。如果你对圆融还不是很理解呢，也没关系，华严宗还讲十宣无碍。十宣无碍也叫十宣门，十宣门有很多个版本，二祖智言有一个版本，三祖法藏有3个版本。咱们看这个图，是智眼最先提出的，然后法藏变来变去的，位置也变，名字也变，但是呢核心思想都差不多。咱们挑一个，就是法藏在华严金狮子章里讲的十宣门来说一下。第一，同时具足相应门，就是本体与现象同时具足，互相依存。第二，诸藏纯杂具德门，因为任何一部分现象都是整个本体之表现，所以可以在部分现象之中看到整个本体。
这个就跟朱熹的一物一太极是一样的，每一物之内都具备一个完整的太极。第三，一多相容不同门。一指理，多指事。理和事相容无碍，又各不相同。如果理事完全相同，那就不用区分理与事了。所以理与事是既相容又不相同。第四，诸法相继自在门。就说虽然所有事物都秉承太极一理，但是事物之间又各个不同。万物之间虽然是统一的，但同时又是有差别的。统一之中包含差别，这就是相继自在门。第五，秘密隐显俱成门。就说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在事法界这个认识层次，那就只能看到事而看不到理；如果你在理法界这个认识层次，那就只能看到理而看不到事；如果你在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层次，那你就既能看到理又能看到事。这个时候理和事在你这里就融合成完满的实相了。所以此时也可以说你既没有看到理也没有看到事，你已经综合超越了理与事了。这个秘密隐显俱成门呢，就说咱们认识事物的时候，要么看到理，要么看到事，要么理事一起看到，要么理事都看不到。理和事互相之间时隐时显。第六，微细相容安立门。由于一切事物都是本体之理的呈现，所以即使是最微细的事物，也可以呈现其他一切事物。一事物之中就包含了其他所有事物的理。第七，因陀罗网境界门。之前说每一事物都能呈现其他一切事物，比如说我就可以呈现其他一切事物。那其他事物呢，作为事物也可以反过来呈现我。这就像两个镜子互相照一样，我的镜子中有你，你的镜子中有我。那我照你的时候，我不仅照了你，我还照了你中的我。这样两个镜子互相照，就会互相交融而重重无尽。世间有无数的事物，也就有无数的镜子，这些镜子互相含摄，无穷无尽。第八，托事显法生解门。就说人必须通过现象才能看到本体，本体必须在现象中才能见到，所以叫托事显法门。第九，时事格法一成门。这个是从时间上来讲圆融的。时间可以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三个之中呢，又各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看这个图，一共就是9事，9事加上一念就是10事，一念就是人的一个念头本来9事是相隔的，过去不是现在，现在不是未来，但是在人的一念之中，又可以把它们统一起来。能把时间统一起来是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感性能力。将来讲西方哲学史的话，从康德开始，西方人就非常重视人的把时间统一起来的这个能力。这个讲西哲的时候再说。第10，唯心回转善成门。就说一切现象生灭变化都无自性，都是心之显现。心生一切法生，心灭一切法灭，一切现象随心所转，所以叫唯心回转善成门。十玄门呢就说完了。如果你对圆融还不是很理解呢，那可以听我接下来的总结，我一总结你就懂了。华严宗理论的核心思想其实很简单，2个字说就是圆融，4个字说就是一心二门。真如门与生灭门只是观察众生心的2个不同角度，你不能真的认为有2个东西。本体现象不可分离，不可以于现象之外寻求超现象的世界，不可以在众生的生活世界之外寻求一个佛的世界，不可以在众生的心性之外寻求一个佛性如来藏。这就打通了众生界与佛界，众生心与佛心。所以理解华严宗重点不在其体系内容，而在其思维方式的中国化。之后要讲的禅宗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彻底展现。先休息一下。